上一集我们讲了关于喝酒的3个误区。喝酒不仅不能让你快乐，也不能解渴，还不好喝。肯定有人说，不，我觉得某某酒就挺好喝的。你只是适应了这种酒的味道，并且酒精上瘾了。我爸很爱喝酒，他原来强壮得很，但后来一身的毛病，肺癌、痛风、高血压、脂肪肝、肾结石，这些病和喝酒都有关系。他每天要吃4、5种药，一天到晚都在吃药，60刚出头就没了。我还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，第一次喝白酒和啤酒，白酒好辣，啤酒又苦又涩，真是怀疑人生，这玩意儿竟然还有人喝。然后慢慢的我也习惯了这些味道，当然已经很久不喝了。现在研究表明，只要父母中任何一位喜欢喝酒，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，子女未来酗酒的概率至少是 25%。 而一个人越早喝酒，比如在高中时喝酒，之后酗酒的风险就越大。我爸喜欢喝酒，我在小学就喝过酒，大学毕业时喝了一瓶1斤装的二锅头，结果断片了。我现在竟然没有酗酒，真是托师尊的福。还有人说你那是过量，适量饮用红酒有益健康，这已经是常识了。这是第4个误区，适量饮酒有益健康。类似这样的言论有很多，什么喝酒人缓解疲劳、改善睡眠，葡萄酒对心血管有益，能降低胆固醇，能抗衰老，能降低糖尿病风险。这样的言论网站都有很多，谷歌和百度能给你推荐一大堆。洗脑充斥的每个角落，连科学界也在洗脑。这些研究绝大多数背后都有相应的金主在支持，拿人手短，吃人嘴软，哪个国家都一样。当这些洗脑言论先入为主，一再被灌输，但已经酒精成瘾，再科普喝酒的危害，大多数人会主动忽略。真相是什么呢？最经常被拿来宣扬的是红酒里的白藜芦醇，说白藜芦醇有多健康。白藜芦醇只是被证明在某些方面有些影响，但很多实验都证明白藜芦醇对寿命和健康几乎没有实质性影响。但百度不会这样说的，而且他们没跟你说红酒里的白藜芦醇量很少，如果你想产生作用，你喝的酒精会先让你升天。结果呢，无数文章、无数媒体都来宣扬适当饮酒有益健康，但奇迹般的都忽略了数千项相反的研究结论。即使有些媒体偶尔提到饮酒的危害，通常结尾是我们最近研发出一款新酒，壮阳哟亲，全是骗你的啦。2022年3月 NC 期刊的研究指出，在统计超过 3.6 万人的脑部核磁共振成像数据，结合他们的饮酒量，从滴酒不沾到每天40毫升酒精，差不多3罐啤酒，他们发现一个很明显的趋势，随着饮酒量的增加，大脑的灰质和白质整体体积会随着缩小，前额叶皮层会变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平均每天喝1罐啤酒，之后增加到2罐，你的大脑会衰老2年。即使只是10毫升，相当于1罐啤酒也会有影响，而且喝得越多，情况越糟。酒精对未成年大脑的影响更严重，所以现在不少国家已经把合法饮酒年龄提升到21岁。而孕妇如果喝酒，对胎儿的风险更高。所以如果你准备怀孕，请不要喝任何酒精。如果你怀孕了，但还在喝酒，请马上停止，尽量不要担心。目前的数据估计，每13位怀孕期间喝酒的女性，会有1位孩子有问题。同时，你越少喝酒，风险越低。仅仅这样吗？酒精到达消化道之后，还会影响肠道微生物群，使肠道的菌群失衡，让肠道中的恶性菌群比例增加。因为酒精是水溶性和脂溶性的，能破坏肠屏障，所以恶性菌群有机会透过被破坏的肠道进入血液，对肝脏产生毒性作用。瞒着解毒的肝脏遭受了双重打击，可能导致脂肪肝、肝炎或肝硬化等等问题。更麻烦的是，蓝烟四起，大脑在接到相应的信号后，竟然会发出指令，再多喝一点酒。注意，各岗位要坚持用酒精杀菌清零。
只要一天喝10毫升酒精，女性得乳腺癌的机会会增加 4% 到 13%， 因为酒精可能会增加芳香化酶的活性，让睾酮转化成雌激素，这种变化可能增加乳腺癌以及其他雌激素相关疾病的风险。所以简单归纳为，不存在适量饮酒有益健康，酒精的安全摄入量为0。第5个误区，喝酒能助眠。酒精的确有镇静作用，能帮助一些人入睡，但酒精会干扰你进入深度睡眠和快度眼动睡眠这2个阶段。这2个阶段对于恢复精力和巩固记忆非常重要，所以你会感觉很快睡着了，但又总觉得睡得不够。你打呼噜吗？酒精会让人放松喉部肌肉，这会加重你打呼噜，还可能会导致睡眠呼吸暂停，就是睡着睡着突然不呼吸了，安静得很，就像头上套了一个塑料袋。这种情况会持续20-30秒，这会让人白天嗜睡，还会导致高血压和肥胖，还容易把同屋的人吓尿了。因为酒精的利尿作用，喝酒会让你夜间多次醒来，睡得不好，睡得断断续续，人们甚至不记得曾经多次醒来。有些人还会做出奇怪的事情，比如起床后在衣柜小便。所以喝酒对睡眠并没有什么帮助。第6个误区，喝酒能解压缓解焦虑。大脑最常见最强大的2种神经递质是谷氨酸和伽马氨基丁酸。伽马氨基丁酸通常称为 GABA， 这2种神经递质实际上是大脑的开关，它们负责所有基本工作，例如睡眠、记忆和思考。谷氨酸激活大脑，当谷氨酸释放并穿过突触时，它会激活下一个神经元，从而使大脑更加活跃。GABA 的作用则相反，能抑制大脑。这2个相辅相成，一个负责加油，一个负责刹车，保持平衡。如果谷氨酸过多，你的系统就会超负荷运转，你会非常焦虑，大脑会释放 GABA 进行抑制，以保持平衡。大脑还有一些重要的神经递质，像去甲肾上腺素、多巴胺、血清素等等，这些是辅助。举个例子，当你遇到交通事故时，你的记忆会由谷氨酸记录下来，但情绪会由去甲肾上腺素编码，这样就会给记忆增加额外的信息。人们服用各种精神药物，都是对这些神经递质产生的不同作用。酒精是一种奇特的药物，既能增强 GABA、血清素和多巴胺，同时又能阻断谷氨酸和去甲肾上腺素。酒精首先会激活镇定的 GABA 系统，让你感觉到放松，缓解焦虑，所以很多人在聚会上喝酒。但过度激活 GABA 系统，就会关闭你的判断和自我控制系统额叶皮层。如果你喝了很多酒，甚至会让你停止呼吸，这就是酒精中毒，会死人的。为什么很多人都会喝得比计划的多？主要原因是负责自我控制的额叶皮层被酒精关闭了。如果你继续喝，酒精会开始阻断你的谷氨酸受体，你就无法保持清醒，开始失去记忆，断片了。同时，酒精会增加血清素，这会放大你的情绪，作用类似于摇头丸。酒精还会释放多巴胺，这会增强你的动力，让你更加活跃，更加热情，让你声音更大。酒精还会激活内啡肽，这是大脑的天然止痛剂，在运动时也会产生，所以跑着跑着，喝着喝着，你的痛感会消失。所以是的，喝酒在开始时能解压，感觉会爽一点，但当酒精的作用消失时，你的压力会继续出现，情绪开始低落，于是你想继续喝，越喝越多，失去理智，失去记忆，开始癫狂，你的情况会越来越糟，甚至停止呼吸。所以酒精并不能真的解压，但会让你成瘾。第7个误区，喝酒能壮胆。喝酒后，人们在社交场合或面对挑战时会表现得更兴奋、更大胆。喝酒之后，你可能会不在乎别人的看法，其实这是鲁马。酒精能让人的判断力和决策能力跟着下降，无法正确评估风险，行动迟缓，这可能会导致危险后果。所以喝酒后，人们会胡言乱语，自发的在那里跳舞，起暴力冲突。喝醉的人容易误解别人，当有人轻轻碰到他们时，
他们容易做出过激反应，大打出手。全球 40% 的暴力犯罪和酒精有关。你以为酒驾的人为什么酒驾？因为他们都认为自己没有喝多，认为自己足够清醒，对自己有迷之自信。而且酒精壮胆的效果很短暂，所以酒精不仅不能真正壮胆，只会让你更鲁莽。什么才是真正的勇敢？在聚会时，很多人都喝酒，你能勇敢地说谢谢，我不喝酒，这才是真正的勇敢。你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不需要从众。第8个误区，喝酒能壮阳。在酒精的作用下，人们更容易冲动，各种禁忌消失了，你就能勇敢地追求更多对象。这导致了醉酒时人们会比清醒时更容易进行繁衍行为，这是很多人喝酒的理由，让繁衍来得更猛烈些吧。结果呢，很多人会和错误的人睡了。饮酒后，年轻人进行无保护性行为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7倍，而且男性会有更强的攻击行为，更容易使用暴力来得到性。这种事件在深夜酒吧里特别常见。在中国，有 66% 的性侵和酒精有关。同时，因为酒精能促进睾酮转化为雌激素，不管谁喝了都能分凶。问题是，男的喝了也分凶，女的会增加乳腺癌的风险。酒精还会影响精子的质量和数量，还可能导致早射和无法雄起。所以说，喝酒不一定能壮阳，但可能会酒后乱性，酒后成了被告。这样的误区是怎么形成的呢？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被误导呢？一方面是酒精的特性，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误解；另外一方面是钱堆出来的。我们看看茅台2023年年报，广告和营销费用是36亿，五粮液广告和促销费花了59亿，全国酒企每年要花200-300亿来做广告营销。因为这些傻金广告，我们才能看到到处的硬广和软广。所谓的酒文化，所谓喝酒有益健康的科普，才会有全国 84% 的男性， 29% 的女性喝酒。全球酒企市值为1万亿美元，而中国酒企就占了1半多，这又是一个世界遥遥领先。结果呢，钱被他们赚走了，消费者的命没了。但他们也没用枪逼着你喝酒呀。为什么每年全球会有260万人死于饮酒，单单中国就有70万？这就是洗脑。所有的酒广告都要承诺，你喝酒之后就会有友谊，就会被接纳，就能满足，就有快乐，年轻就要大胆尝试。他们推销的是快乐，你得到的却是痛苦；他们推销的是健康，你得到的却是疾病和死亡；他们推销的是浪漫的关系，你却睡错了对象，成了被告；他们推销的是放松，你得到的是更大的压力、焦虑和酒精成瘾。瘾是有了，钱没了。你看看酒瓶上的标签，上面有写喝酒会得各种肝病和乳腺癌吗？我们能看到大小明星争相代言各种酒广告，当你看到几位真的关心你，推荐戒酒。当我们的朋友圈都在喝酒，在强调集体主义的中国，很多人不得不加入其中，大家一起喝醉，不喝的人被视为扫兴。在成年人的世界里，喝酒才被认为是正常的，不喝的人成了边缘人。有时候一桌人只有我不喝酒。一旦你开始喝酒，即使开始你并不喜欢酒的味道，只要你第2次、第3次继续喝，因为酒精成瘾的特性，你就落入了陷阱中。有人跟我说，你又是戒烟、戒色、戒手机成瘾、戒酒，这样的内容怎么可能会有流量？把各路资本都得罪了一圈，怎么会有资本支持你？没有流量，没有资本，何苦呢？我没有想拯救世界，我只是希望自己走在正确的路上，走在通向幸福的路上，让自己，让身边的更多人看到这条路。不管是阿含还是戒瘾，的确被很多平台、很多人嫌弃。无所谓啊，为什么不独立思考？为什么一定要站在多数人的阵营？有你们的点赞、转发、关注就足够了。那怎么戒酒呢？目前有一种戒酒方法叫 AA 戒酒，也叫匿名戒酒会，这在西方比较常见，中国也有。大家采用网名定期聚会，不暴露真名，
交流戒酒心得，一起读书，互相鼓励。这种戒酒方法成功率在 5% 到 10% 之间，差不多15个人中就会有1个人成功。而这里介绍的方法不需要定期参加聚会，成功率为 75%， 具体的原理和戒烟一脉相承。这和普通的戒酒方法有什么区别呢？戒酒一定会遇到戒断反应，你会渴望喝酒。打个比方，瘾君子嗨完之后，他们会恐慌，变得焦虑偏执，他们会不遗余力地弄到更多的毒药，会为了吸一口而做出之前从来不会做的事，甚至出卖自己。他们的世界就是围绕着毒药，非常痛苦。一旦弄到一点，嗨了之后，他们终于放松下来了。那是不是可以说这些毒药是缓解痛苦、焦躁、偏执的神药呢？不，毒药只是缓解了上一次的戒断反应，而痛苦、焦虑和偏执的根源就是这些药。因为普通人没有使用这些药物，并不会出现这些症状。难道只有在戒毒时才会出现戒断反应吗？不是的，每次嗨完之后，他们就开始出现戒断反应了，所以他们才想要更多。戒酒也一样，人们每喝一次酒，他们就在不断经历戒断反应，渴望得到更多，那就再喝一次，不断重复，结果上瘾了。那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？请听下回分解。感恩老师，感恩作为阿罗汉，感恩大家花时间听法思维，愿大家远离酒精，有问题到星球，我有问必答。欢迎大家关注公号你好阿涵，只跟你说不忽悠可实践的正念冥想，可以解忧，我有阿涵。欢迎点赞转发关注充电，欢迎加入频道会员，把视频传播给更多人，会让你平安吉祥，一切顺利，谢谢。